美军2艘航母来到南海进行军演的时候，我军山东号航母也在同一片海域进行实战演练。面对主场优势的解放军，美军2艘航母不得不叫来1艘监视船前来支援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前些时候，美军派出了2支航母编队来到南海秀存在感。这2支航母编队分别为尼米兹号航母战斗打击群和马金岛号2栖战备群，并且尼米兹号航母还属于2进攻。之前尼米兹号航母来到南海的时候，正好碰到我国的山东号航母在进行训练，本来还想来南海耀武扬威一下的，结果第2天就带着其他的军舰高速驶离南海回新加坡去了。而这次的尼米兹号航母再次前来南海，专门把马金岛号2栖战备群都叫过来了，显然是准备十足的，并且还专门挑好了时间，是山东号航母结束训练返航的时候。本以为这次来南海能够好好的秀一下自己的存在，但美军显然失算了，因为这2艘航母在南海地区又碰上了上次的老熟人对手山东号航母。从央视发布的视频中，我们能够得知，山东舰航母编队目前正在南海进行实战化对抗演练，并且还有着高难度的舰载机夜间起降，对抗力度十分强大。也正是在看到山东号如此高强度的实战演练，让美军这2艘航母不敢轻举妄动。真要进入到山东舰的演练范围内，怕不是有可能成为我军飞行员们1等功。看到这儿，有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，从航母配置上来看，山东舰无论如何都是不如美军航母的。就拿尼米兹号航母来说，作为1艘超级核动力航母，在火力和吨位上就已经碾压了山东舰。而马金岛号虽然吨位不如山东舰，但是搭载的 F-35 舰载机在性能上也要优于我军歼15，并且这2艘战舰都已经服役多年，已经具备完整的实际战斗力。而山东舰虽然进行了多次的实战化演练，但官方始终没有官宣山东舰已经具备了实战能力。况且美军还是2艘航母在这儿，怎么就以1敌2还要摇人来支援呢？说到这儿就得看看这是谁的主场了。如果是在太平洋、大西洋地区，那是美国的主场，那美军这2艘航母自然是不用太担心。但是南海地区就是我国的主场了。虽说山东舰一直没官宣具备了实际战斗力，但美军天天派侦察机过来，早就知道山东舰到底能不能打了。再加上山东舰背靠祖国，我军不但能够提供远程火力支援，还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。而美军这2支航母编队背后不但没有火力支援，连补给都很难送达。一旦双方产生冲突，那美军的这2艘航母只能落得个舰毁人亡的下场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美军决定呼叫支援，把胜利号海洋监视船给叫到了南海，在南沙群岛西沙海域展开了高强度活动，分散我军注意力。作为美国海军第1艘大型小水线面双体船型水声监听船，胜利号虽然服役于上世纪90年代，但是直到现在也很先进，适航性极强，是1艘能够在任何时间、任何海况下航行的特种舰船。而这艘军舰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收集水下潜艇音响情报以及声学试验。当然，这艘军舰被美军叫到这儿来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检测和收集信息，而是负责警戒，为尼米兹号和马金岛号保驾护航，收集周边地区军舰潜艇的位置信息，免得这2艘航母误入人家演习地点都不知道，到时候被人家当作靶子给打了也无话可说。至于派出这1艘监视船就想把南海地区所有状况搞清楚这一想法，这就想得有点多了。之前美军最顶尖的核潜艇都能在南海地区翻了车，难道这么1艘监视船就能做到比美军的战略核潜艇更好吗？当然，在美军也不会这种把监视船叫过来的行为叫支援，而是叫做撑场子。日本政府前些时候向我国发起了抗议，
说我国的测量船进入了日本海域，并停留了近100分钟，让他们感到很担心。这下身为大哥的美国自然得为小弟挣回这个面子，借着这次机会，正好把监视船叫到南海来，让小弟看看大哥的牌面有多大。但无论如何，也难言美军在解放军主场不敌的实际情况。